我是趙少康，歡迎你來到 TVBS 趙少康戰時事。在我們現場特別來賓，沈富雄委員、吳崢發言人、林玉芳委員、陳玉珍委員、吳怡軒發言人。好，那到底这個伊朗到底怎樣啊？才說休兵，以色列沒有停，他去打黎巴嫩，打真主港，哦，所以呢，對整個停火協議呢，看起來受到很大的威脅啊。那另外呢，他打死了200多個人了，300多個人了，哦。然後呢，這個打了100多個不同的地方，1000多個人受傷，所以呢，伊朗總統就痛批他說：“你這個停火沒有意義嘛，手都在扳機上，一方面在扳機上，一方面說停火，那不是白停嗎？”哦，那另外呢，這個以色列跟這個黎巴嫩下個禮拜要和談哈，真主黨說拒絕對話，哦，說先停火再說，那。伊朗的新領袖就是上次被打死那個頭的兒子穆吉塔巴，很久沒有出現了。有一說他已經昏迷了，哦，有一說他腿炸斷了，但是呢，他寫了一封信，態度很強硬。當然，信是不是他寫的，現在也很難證明嘛。停火談判不能放棄我們的權利，哦，所以現在以色列跟黎巴嫩要在華盛頓 DC 談判，那美國跟伊朗。要在這個巴基斯坦談判啊，所以呢，現在變成兩邊直接都談，雙方直接談啊。那另外呢，川普昨天才勸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低調一點了，因為我們在談，你這邊打什麼東西呢？納坦雅胡說沒有停火這回事，誰跟誰停火啊？沒有停，特別打黎巴嫩，誰說要停啊？啊，那另外呢，以色列現在解除了緊急狀態，因為說最近先停2個禮拜嘛。納坦雅胡這個涉賄賂案，12號就要審理了。如果他現在有哪幾個罪名呢？他現在有3個罪名，哈。那這個收人家的匯款、詐欺、背信。所以呢，如果這個真的被審判的話呢，最終罪名成立，可能會被關起來。所以他為什麼要一直打？原因在這裡啦。他不希望平靜，他說打，你就不能審判他嘛？啊，那另外呢，伊朗的新領袖說我們不求戰，我們也不退讓，而且我要為爸爸報仇，哦，血債血償，絕對追討，哦，所以你看看哦，這個他沒有要停了哈。那伊朗現在美國停了15點方案，伊朗停了10點方案，一看這個方案哦，這是很難了。第一個，以後呢不能夠再侵略他，美國不能打他，要中國或俄羅斯做擔保。第二個，伊朗要持續掌控荷姆茲海峽。第三個，伊朗必須要進行它的濃縮鈾計劃，哦，然後解除所有的制裁，哦，然後呢，這個聯合國對伊朗的決議通通要停止，然後國際原子能總署 IAEA 關於伊朗的核計劃的決議呢，也要終止，不能來管我，賠償我戰爭受的損失。好，各個戰線全面停火，不只是以色列，包括黎巴嫩啊等等這些地方，也門啊，統統停火。美國怎麼接受呢？哦，美國怎麼？川普還說，這個方案是我們可以來討論的哦。那另外呢，美國跟伊朗暫時停火，伊朗國會議長要率團去巴基斯坦，那美國是由副總統范斯領軍哦，兩邊哦。但是伊朗現在已經懷疑說，巴基斯坦到底作為中間國真的中立嗎？是不是親美國啊？已經有點懷疑了哦，所以現場警備森嚴，伊朗代表團先去了哈。那《紐約時報》說，對伊朗的開戰重創美國的信譽，中國反而變成最大的贏家。說美國現在走向蘇伊士時刻，什麼意思？他說長遠來看，中國最大贏家。為什麼？當我們美國看起來像個瘋子，還在談論把一個國家炸回到石器時代，就叫把伊朗徹底的文明毀滅的時候，中國看起來像和平促成者與穩定的力量。真的這樣？以前他們就是中國啊，要喊打喊殺，但中國到現在打了誰呢？中國現在打了誰？中國現在到底這個侵略了誰？你美國天天這裡打那裡打那裡，然後這次還要把伊朗炸回這個石器時代，看起來像瘋子啊！哦，連教宗梁14世美國人教宗都出來罵美國，罵川普。哦，所以現在看起來好像中國反而變成比較和平啊，愛好和平了，好像变成這樣子。好，我們看一下。
在以軍多次下達撤離命令後，海岸城市泰爾傳來劇烈爆炸，黎巴嫩南部卡斯米耶地區也被以軍盯上。צה"ל תקף במהלומת פתע מאות מחבלי חיזבאללה במפקדות ברחבי לבנון。这是以軍發動咆哮雄獅行動以來對真主黨基礎設施的最大規模襲擊，目標涵蓋情報總部、中央總部、飛彈基礎設施到精銳部隊，全都無一幸免。美國和伊朗剛休戰，黎巴嫩卻煙硝味四起，傳出是以色列不滿停火協議定案才被告知，憤而集中炮火轟炸黎巴嫩。美國伊朗的世紀停火談判週六馬上要登場了，舉辦地點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馬巴德，維安高度警戒。The country's lead negotiator is sending Trump a message in the meantime, saying time is running out. He's the Speaker of Iran's parliament, Mr. Kalibov. He shared part of the 10-point proposal that he say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greed to. 這次雙方的代表團成員，美國是由副總統范斯率團，特使魏科夫、川普的女婿庫許納，甚至是美軍中央司令也要參加。伊朗則是由強硬派的國會議長卡利巴夫領銜，擅長談判的外長阿拉奇也會出席。All the sources that we've talked to about this, if someone was to pull out of these negotiations, of these talks on Saturday, at this point, it would still likely be Iran. Two versions of Iran's 10-point plan, one Persian and one English. And the English one does not include the notion of enrichment, the right to enrich uranium, whereas the Persian one does. 而川普似乎也不想在節骨眼上惹怒伊朗。Calling reporters, including NBC News, where he said, quote, I spoke with Bibi, the Prime Minister of Israel, and he's going to low-key it. I just think we have to be sort of a little more low-key. 川普說，以色列願意縮減在黎巴嫩的軍事行動，加上伊朗領袖私底下理性多了，對談判看似很樂觀。老師怎麼看？如果我是巴基斯坦總統，那作為調人，我看到美國跟伊朗雙方，一個是15點，一個是10個條件，這個怎麼談？新仇舊恨，千絲萬縷啊，完全連談的起始點都沒有。我要是巴基斯坦總統，我說回去，在旅館裡頭把10點也好，15條也好，通通降為3點，明天再來。兩邊都降，剩下3點。這3點也很難談。我覺得如果降的都是大家不能同意的。3點哈都太多了。其實只有到目前為止，兩邊提出來都是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啊，都是這大條哎，對方不能接受的。大條啊哦，如果接受又何必當初呢？那所以現在我覺得掉下來到今天為止沉澱的結果，其實都只有一條，就是荷姆斯海峽。因為這個開始的時候沒有想到這個海峽，現在就沉澱到這個重點變成這個海峽。開始的時候有警告過川普，他不聽嘛。那現在的問題是，這個海峽到目前為止從來沒有100%的關閉哦，沒有。那起碼都有1、2艘通過嘛，而且也其實有時候5艘、10艘，但是這個跟常態是距離的太遠了。這個那麼少的油輪啊或其他的貨輪通過，其實不只對大家不好，對伊朗也不好，所以伊朗也有意要多一點通過。但現在第一，他買了水雷，所以那個航道改了，而且更窄。這個還不是重點，因為他也願意讓多一點的船只過去。那美國何嘗不要呢？美國需要更多。但現在第二個問題就是說，誰來管這個海峽？管的這個結果要不要收錢？那這個川普是說這不能收錢，如果已經收了，馬上停止。其實他有那麼廉潔？談錢就覺得噁心，有嗎？沒有，他在1、2天前才說要組一個公司，我們2個平分。你知道他的眼睛哦，都是這個，都是這個dollar sign，美國那個錢。他的2個眼睛不管到哪裡都是錢，都是錢。連現在荷姆斯海峽現在這麼大的危機，他也是看出將來打開以後，如果這個可以收錢，你不能收，不是絕對不能收。可以收，但是我要跟你分一半，那這什麼道理啊？這個也是莫名其妙哦，所以這個不容易談哦，不容易談。但是呢，我覺得以後就是繼續打，談，停，打，我覺得規模都沒有剛開始的那2、3天那麼狠吶。哦，但是問題是你伊朗不怕打嘛？
我已經被你打得就奄奄一息，但是又不會斷氣但是呢，老美這個用他吹牛說我用1半的軍力，幾乎把你毀掉。他說10%的軍力就把你毀了。對，所以我覺得他是吹牛啦，因為他時間不站在他這一邊，他已經打下去的話，伊朗撐得住，他恐怕撐不住啊。所以這個我覺得，你今天如果我是股市的分析師我都不曉得要怎麼要出場還是進場你不要你自己出場了沒有嘛？你自己說。我沒有辦法出場我不曉得如何出場，所以我笨了。我要承認我笨，但是有人已經分析過了，到目前為止都沒有動的人，其實是最大的贏家了。但是這個我覺得，就是你嘛，你都沒動嘛。不是，我排除我幾個朋友是玩台灣股市的，他們很厲害他們賺大錢，因為他們的動作非常快，非常的快速，進去也快，出來也快，而且都賺那種幾十%、1倍、2倍的，很厲害。台灣人要介紹你這些朋友給我們認識一下，我們都想認識。我跟你講，這種不足效法，你也許賺了大錢於一時你最後脫褲出場我跟你見好就收嘛，很不容易。你現在在吹牛呢，你見好就不收就進去的更深。那我其實要講很短的講一下這個南黎巴嫩在黎巴嫩南部這個看得出以色列政府的貪心不足，他本來就想打的，就找不到借口你現在因為伊朗的戰爭這個拖進來了，就真主黨我既然已經動手了，已經把你打成這個樣子，怎麼會善罷甘休呢？他不但把他毀掉，殺了好多人，而且我把你殺了，你现在活着的人要把你剩下來的殘破的房子自己主動把它拆掉帶走，你知道嗎？他要看到的是這一片是平地他要把它搞成通通沒有東西，沒有房子，而且人搬開。這個他其實這個講得很明白。他當然是說真主黨對他是長久經年累月的威脅，他其實要的是土地。我跟你講，這個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就被壓迫久了，他看到土地就好像川普一樣，川普是看到錢，对吧？川普是土地的中介商，那這個猶太人呢，原來是天生看到土地，就好像沙漠看到水一樣。這越大地如何，越大地如何。所以這個地方用這個川普這種人配合上納坦雅胡這種人配合起來然後把局勢搞成這樣，是人類的不幸不過這次也算是一個照妖鏡了，把美國的原形畢露照出來，尤其川普，也不能講美國了，就川普嘛。其實大部分美國人也不是這樣，就川普。但川普是你們選出來的，那怎樣呢？以色列也是。原來大家還蠻同情以色列，以色列在中東那個地方，就他一個基督教國家，其他都是這個伊斯蘭教、猶太基督教啦。然後呢，這個他在2戰的時候被納粹這樣修理等等，所以大家對以色列對猶太人其實蠻同情。我到以色列去參觀他們那個紀念館庫牆是另外紀念館，就是他們被這個納粹迫害了，看的也是很心酸的可是這是你這樣打人家，打成這個樣子。實在是，我覺得這個真把他們原型都照出來的。休息一下再回來。有人講，好，伊朗最高領袖就是那個兒子前領袖被殺的兒子，提了3點主張，賠償損失，海峽新的規定我來管。不放棄賠償的權利，就老沈說要10點變3點，就提這3點而且說荷姆茲海峽的控管進入新階段，要他的旁邊的國家遠離傲慢的霸權者是誰？美國傲慢霸權。那現在油輪現在動彈不得了，在荷姆茲海峽原來說開放又關閉，關閉又開放，開放又關閉。伊朗警告，沒有經我的許可，只要你通過荷姆茲海峽的船會被摧毀。水港過。你要想這個道理船長不是船東船長是被人家請的，船東說不能走，我要看時機，因為那一船很貴，那個油對，所以那些船就在那個地方。現在蔬菜也漲價了，水果也漲價了，米也漲價了，水也漲價了，那些船員好可憐就在那邊守着
然後現在北海現貨油觸及新高，所以呢，能源緊縮沒有解決，沙烏地阿拉伯產能受損很重，所以將來呢，它那個油管也被炸了，哦，所以將來啊，就算停戰也不是那麼快恢復的，哦，那海峽又關起來了，美國說趕快開放，哦，那另外呢，這個伊朗哦要加收每桶1美元的通行費，比特幣、人民幣支付都可以，比特幣立刻在上漲了，哦。那另外呢，這個伊朗說想要借着荷姆茲發大財，川普說如果你收費，最好立刻停止，不要再給我收了哦。那前2天還說應該我來收哦。那另外呢，沙烏地阿拉伯通到紅海，你看這邊是哈，這個是這個阿拉伯海哦，然後這個阿拉伯灣，然後這個是紅海。那沙烏地阿拉伯不從荷姆茲海峽走，我從紅海走嘛，但這條油管被炸，就伊朗拼命去炸這個油管。哦，所以呢，運量一下就減少70萬桶。那中國本來中國說我不從這邊走，我從這邊，印度從這邊也受到很大的影響。所以呢，亞洲的煉油廠都面臨斷糧的危機，沒有油了，煉油廠煉什麼？煉油，沒有油你煉什麼？煉水啊。那另外呢，700萬桶的命脈被打穿，所以伊朗用無人機去打這個油管，中國也受害。中國跟伊朗鐵路也被以色列軍隊炸斷哦，反正就你炸我炸你，就變成這樣了哈。那另外呢，川普說北約我不施壓他不懂，所以呢，你趕快北約要來護航荷姆茲海峽。川普前2天之前叫北約護航，北約不護航，不要靠你們，我自己也可以。然後呢，現在又叫北約出來哦，而且呢，要把美軍在這個歐洲那個地方大概有8萬哦，要把你撤掉，我離開德國，離法國還好，離開德國，反正離這些國家，什麼西班牙等等之類的，要去東歐就部署在東歐哦。那另外呢，說我們有一艘200萬桶油的油輪困在波斯灣，中油跟台塑化都說不樂觀呢，經濟部長樂觀，說能夠過來壓力就可以緩解，因為我們一天用15萬桶油，所以200萬桶可以讓我們再用15天。半個月哦，但是來得了來不了，我們看一下。自從美伊開戰以來，沒有中東油輪進到台灣。如今美伊達成為期2週的停火協議，安全重啟荷姆茲海峽。而中油一艘裝載200萬桶原油的油輪將會排隊出貨，有望在停戰期間通過荷姆茲海峽。從中東到台灣的航程大概是4週嘛，我們有聯絡船東公司。因為目前為止，在荷姆茲海峽等候的船隻，大家船東都在觀察，對於可不可以通行還是觀望啦，保留的一個態度，因為船東也不希望他們貿然就通行，產生風險嘛。以目前4、5月進口原油來看，可以煉制到6月底。中油表示，後續還有原油持續進口都已經排程。經濟部指出，依照台灣每日用量約15萬桶原油，這200萬桶預計可多緩解半個月使用量。而民間油價網站預估4月13號整週汽油價格不調整，每天都在檢視油品的安全存量，都遠超於安全存量的一個標準。不過中東戰事影響石化原料供應，一般塑膠袋平均漲幅約30%。經濟部長龔明鑫指出，市場端面臨的主要問題不是缺貨，是供應商限量供貨及價格上揚，因此推出平價方案，預計將在1週內供貨。而台塑塑膠粒第一批就在4月10號出貨。不過塑膠袋內袋價格漲得比外袋更明顯，加上內袋多用於裝生鮮食材，可替代性較低，因此被列為平價方案優先處理項目，盼能平息塑膠袋之亂。好，經濟部長說很樂觀，中油說沒有預期順利，因為船東在觀望哦，船不要亂跑，不要亂走哦。然後台塑石化說還沒有看到打通的跡象。來，一方兄，這個船哦，按照平常荷姆茲海峽一天大概是130艘到140艘的這個船可以通過。那現在我看了各種外地的消息，有人說他現在大概一天可以過2艘到5艘了。有的說是大概到7艘，但是我把它綜合，就是不到10艘，一天可以通過的船。因為這個被打中的話，因為伊朗講的很簡單嘛，你沒有經過同意的船，你過去我就打嘛，所以這個荷姆茲海峽的確是個大問題。我認為他收這個錢啊，他說要收這個通行這個費用，很重要一件事，這次戰爭伊朗實在是重創，那他的很多的基礎設施、橋樑啊。甚至煉油廠啦，
還有這個發電廠啊都被炸。那這個到他要重建這個國家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認為他有一個非常現實的一個問題，就是他怎麼解決戰後重建的問題。說才說一桶要收10塊錢，那你美國你說你不准他收啊，他就是要收啊，那難道為這樣又在打仗嗎？我認為這個我是同意富雄兄講的一句話，就是這個有時候會變成打打談談談談打打了哈，因為很多問題要解決了，不是只有荷姆茲海峽的問題，譬如說濃縮鈾的問題。濃縮鈾的問題，美國認為說你只要乖乖交出來啊，那一切都好談嘛。可是經過這一次的戰爭之後，伊朗想做的是，他想成為第2個北韓。他認為說，我今天被打，就是因為我沒有核子彈，而且為什麼以色列可以擁有80枚到100枚的核子彈、核子武器，而我還沒有開始造就被你們打成這個樣子？所以他覺得未來長遠的國家的安定跟安全，他勢必不會交出這些濃縮鈾，這就是個大問題。第2個問題，美國說你的飛彈的射程我要管制，你這個短程的飛彈我可以讓你存在，這個中長程的這個飛彈我不讓你發展。你覺得伊朗會答應嗎？伊朗這一次最重要，他能夠把戰爭撐了這麼久，很重要一個原因就是他有足夠的彈道飛彈打以色列、打周遭的國家，因為光靠無人機有時候很難防範。但無人機的這個所謂造成的傷害是遠不如飛彈那樣子的，所以他不會放棄嘛。所以濃縮鈾談不成，飛彈的射程談不成，加上荷姆茲海峽的問題，你怎麼辦？還有最後一個，伊朗要美國這些相關的國家要承諾它的安全，就從今以後你們不能再打我伊朗。這個也不是那麼簡單的一個問題，而且這裡面還有一個干擾的，就是說剛剛講到以色列的問題了以色列就是趁這個機會，他不是只有要拓展他在里南的那個地盤，其實那個 Golan Heights 這個你大概上次也去了嘛，戈蘭高地，他也趁這個機會，這種敘利亞出事情，政府更換到現在，他一直在拓展的，所以以色列是把這個當作它是一個機會他要去擴展它。那現在這個和平會不會持續下去？不曉得，因為剛剛主持人你也講了。他12號到15號之間，這個以色列的法院已經宣布緊急狀態已經結束，所以我們法院恢復正常運作，我們就要重新審判納坦雅夫的案子。你知道納坦雅夫對他來講，這個審判他是很難逃得掉的啦所以這樣的一個結果，那他就準備去坐牢嗎？說不定他就重新再發動這個戰爭，讓這個彈劾這個事情告一個段落。所以對於以色列來講，這次的停火，他是對納坦雅夫，他是最大的受害者。所以，如果他不願意合作要干擾這個法院的程序，要讓緊急狀態恢復的話，他就重新再發動戰爭，會不會這樣子？像我們大家都在看呢。我這不解這麼重要的戰爭這種打仗是多麼嚴肅的、嚴重的一件事情，對不对？按照新竹編法講，這個真的是一國的大事啊，死生之地啊。那你美國要去打以前，不先想好荷姆茲海峽嗎？不是沒有講過很多人都講，你打了以後荷姆茲海峽會有問題，都講了，他就不聽，他就去打，打的結果現在就是這個樣子啊，對，你伊朗，我講過，伊朗如果要發展原子彈，對全世界是不是好事？不是，真的不是好事，對附近的中東國家也不是好事，對中東不是好事，也對我們也不是好事，所以你真的要打他，尤其伊朗要有核彈，把它打掉，我也贊成。問題是你就要打成嘛。你要想清楚，我去了，我就把你摧毀掉。你去年6月炸了一次，不是沒炸，今年又來一次，弄了個半天，搞得這樣子，這個虎頭蛇尾，不搞得自己出糗嗎？對，你真的有本事，說我出兵，我就把你通通給毀了，那你以後不能作亂，好啊，那你真的有本事，我也佩服你啊，對，但你這個搞了個結果是什麼東西呢？你搞什麼鬼呢？自己把自己搞得很丟臉，然後荷姆茲海峽搞得這個不能通行，然後呢，全世界跟你受罪，然後你還要罵人家，你這個韓國不來，日本不來，然後你這個西班牙不來，然後你這個北約不來，然後呢，把人家都罵一頓，然後要制裁人家，那弄了個半天，你到底搞什麼？那你自己呢？也有說你靠你自己力量可以，你靠自己力量可以，你罵別人幹什麼呢？需要再回來。